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曾四喜是行脚商，经常四处奔波，有时找不到客栈，就去别人家里借宿。这天，曾四喜途经一个叫新安的村子，虽然已经是下午了，但夏日炎炎，太阳高照，人们都在家里休息，村里几乎没有人走动。曾四喜口干得几乎要冒烟了，肚子也饥饿难忍，正想找户人家讨口水喝，找点东西吃。这时一阵怒斥喝骂的声音传来，曾四喜一看，一个30-40岁的汉子追着一个才12、13岁的少年从远处跑了过来。那汉子身高力大，凶神恶煞，手里拿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棍，嘴里怒骂着，让少年赔他10个铜板，不然就要打死少年。少年穿着破烂，面黄肌瘦，一边借助障碍物躲避汉子，一边不停地向汉子告饶。汉子不为所动，挥着木棍，咆哮着要把少年的脑袋砸开花。少年害怕得瑟瑟发抖，抱着头东躲西藏。曾四喜见少年实在可怜，便上前拦住了汉子，问他少年做了什么错事，要追着打他。他偷了我买的红薯，不打死他，下次还会偷。汉子愤怒道，就这么一点小事？曾四喜惊讶道，哼，哪里是小事了，我至少损失了10文钱的红薯，才10文钱，我拿给你。曾四喜从钱袋里掏出了10文钱，递给汉子。汉子接过铜板，把棍子一扔，瞪了少年一眼，径直走了。少年看着曾四喜，眼圈红红的，十分感激的样子，说了几句话。曾四喜觉得口更干了，便问少年哪里有水喝。少年立刻高兴起来，殷勤地带曾四喜去喝水。路上，少年告诉曾四喜，他名叫李大宝，爹死娘改嫁，靠吃百家饭长大。他没有偷别人的红薯，是那汉子不要了，他去捡了起来，没想到差点被打死。曾四喜一听，立刻起了怜悯之心，来到水井边，李大宝打上来甘甜的水，曾四喜喝了个够。大叔，您吃了中饭没有？李大宝问曾四喜。一听问吃饭，曾四喜的肚子立刻咕咕叫了起来。李大宝瞟了一眼曾四喜的肚子，笑道，我那里还有点吃的，大叔和我去吃点东西吧。曾四喜实在是饿得不行了，便和李大宝来到了他住的一间破木屋里。没想到李大宝不但拿出了红薯，还拿出了几个馍馍。李大宝轻车熟路地生起了火，把红薯烤得香气四溢，把馍馍烤得金黄酥脆。曾四喜饱餐一顿，不觉睡意朦胧，便打算在李大宝家小憩一会儿。谁知一觉醒来，曾四喜发现天已经黑透了。这时曾四喜的肚子又饿了，可李大宝把所有吃的都拿了出来，已经没有吃的了。曾四喜让李大宝带路，他找人去买些吃的。李大宝兴高采烈，连忙带着曾四喜朝着外面走去。来到外面，曾四喜才发现，他一觉竟然睡了2个时辰。这个时候外面四处空荡荡的，人们都已经睡下了，我们到哪里去找吃的啊？曾四喜发愁道，这个时辰的确有些迟了。李大宝也皱着眉头道，要不饿一碗算了。曾四喜捂着肚子苦笑道。话音刚落，一股浓郁的饭菜香味扑鼻而来。曾四喜不由得咽了咽口水，问李大宝，这个时候谁家还在烧饭呀？应该是刘家。李大宝犹豫了一下，告诉曾四喜，他家为何这么晚还在烧饭呢？曾四喜一边问李大宝，一边不自觉地顺着香味走去。曾大叔，别去！李大宝一把拽住了曾四喜，为何他家在烧饭？我们花钱买点吃的，不可以吗？曾四喜奇怪道。可……李大宝还没说出缘由，曾四喜已经朝着香味走了。李大宝摇摇头，
踌躇了好一会儿，还是跟上了曾四喜，来到刘家外面。曾四喜看到一个14、15岁的少年提着一个篮子走了出来，曾四喜正想上前打个招呼，好买饭菜吃，一眼看到少年穿着一身校服，不由得闭上了嘴巴。曾四喜一犹豫，少年已经走了。再看看刘家，没有灯火，没有声息。曾四喜想上前敲门的，想了想，没有敲，肚子实在太饿了。看见一块石头，曾四喜都想咬上一口了。这时李大宝瑟瑟缩缩地走了过来，见曾四喜站在刘家门口，拉着曾四喜就走。曾四喜见李大宝一副恐惧至极的样子，一边走一边问他，这刘家有什么不对吗？你怎么那么害怕？李大宝拉着曾四喜，闷着头一个劲地走，离刘家远了点，才点点头，心有余悸地道，刘家的事情很是诡异，村里的人没有不害怕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曾四喜好奇地问道。曾叔叔，你不害怕吗？李大宝脸色发白，哆哆嗦嗦地问曾四喜。不怕，我走南闯北的，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，连鬼都见到过。曾四喜大大咧咧地道。啊！李大宝更加害怕了，缩着头四处看了看，抓着曾四喜的袖子，小声问道：鬼是什么样子的？曾四喜笑了，你怕什么？这世上人比鬼可怕多了，鬼的样子和人的样子差不多，只是脚后跟点着，不沾地的走，人们看到了就觉得是在飘。李大宝正要再问点什么，曾四喜突然看到前面地上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饭，饭上还盖着一个煎鸡蛋，口水哗的一下流了出来。这半夜3更的突然出现一碗饭，肯定不对劲。可曾四喜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两眼冒绿光，见到一碗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，啥也不想了，扑上去端起碗就要开吃。曾叔叔，不能吃！李大宝连忙大声道，这饭菜都还是热的，为何不能吃？曾四喜咽了咽口水，问道，曾叔叔，你看那儿。李大宝指着一旁道。曾四喜看了一眼，发现离饭碗不远的地方摆着一双鞋，那是一双女人穿的绣花鞋，鞋子做工一般，料子也一般，上面绣着几朵花，像普通农户家女人穿的鞋子。曾叔叔，这是招魂饭，你不能吃！李大宝急忙道。这时那个穿校服的少年走了出来，一脸的不悦，这位大叔，你端了碗，破坏了招魂，要怎样赔偿我的损失？曾四喜一听，的确是招魂饭，恋恋不舍地放下了碗，问少年，你想要我怎么赔偿？2个方法，一是把饭吃了，替我招魂；二是给我娘披麻戴孝，求她原谅。少年直截了当地道，自己都快30了，替少年的娘披麻戴孝，也太丢脸了。曾四喜立刻决定替少年招魂。李大宝忧虑道，招魂可不是好玩的，说不定身体会受到损伤。曾四喜道，没有办法的事，谁叫我端了这位小兄弟的碗呢？刘志东，这位曾叔叔是好人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李大宝又向刘志东求情，我好不容易才准备好这一切，一下子就被他给破坏了，就这样原谅他？办不到。刘志东气愤道，不要紧，我从不惧鬼神，招魂就招魂，但你得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我。曾四喜对刘志东道。刘志东看了看天色，叹了口气道，也罢，时间来得及，你边吃饭，我边说给你听。李大宝的肚子也还饿着呢，你还有吃的吗？曾四喜问刘志东。有倒是有，就是简陋了些。刘志东从怀里掏出2个馍馍来，这是我的晚饭。李大宝一点也不嫌弃，拿过1个馍馍，和刘志东吃了起来。曾四喜则捧着碗大嚼，可吃了几口，曾四喜觉得不对劲了。这碗饭闻起来香喷喷，看起来热气腾腾，吃起来却是一点滋味都没有，而且冷冰冰的。
这饭是你烧的吗？曾四喜奇怪地问刘志东。刘志东摇摇头，那是谁烧的？有本事烧成这样？曾四喜惊讶道。他的肚子虽然很饿，但这样如同嚼蜡、冰冷入骨的饭菜他实在吃不下去。这饭菜是郑婆烧的。刘志东嗫嚅道。一旁的李大宝惊讶得手里的馍馍都差点掉了。郑婆都死了好几年了啊，饭菜是死人烧的。曾四喜把碗一扔，诡异的事发生了，那碗被扔了出去，又稳稳地回到了曾四喜手中。曾四喜吓得脸都白了，捧着碗不知所措。李大宝也是目瞪口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郑婆可不是死人。刘志东不高兴地道：你娘还有郑婆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麻烦告诉我，不然我可就走了。曾四喜哆哆嗦嗦地道：我本来也没打算隐瞒你。刘志东见不得曾四喜一个大男人吓成这样，撇嘴道：那你快说。我娘姓王，7天前她被人杀了。刘志东声音颤抖地道，眼圈不自觉地变红了。原来刘志东的娘王氏虽然已经30出头了，但仍然肌肤白嫩，身姿窈窕，是新安村出了名的美人。去年刘志东的爹因病去世后，新安村不少男子都开始觊觎王氏。可王氏是心性坚贞之人，从没想过改嫁，就想守着刘志东过日子。不论谁来提亲，王氏都是坚决拒绝。刘志东的爹是个有本事的人，给母子俩留下了不少财产。王氏希望儿子能光耀门楣，经常督促儿子去学堂读书。刘志东不放心母亲，都是早出晚归，从来没有在外留宿过。这天，刘志东照例去向母亲请安道别，谁知半天没有听到母亲的声音。刘志东很是纳闷，见服侍母亲的周嬷嬷起来了，赶紧问周嬷嬷母亲是不是生病了。周嬷嬷一脸的奇怪，说自己昨晚上睡得太死了，不知道太太为何还不起床。刘志东心里有点慌了，连忙把母亲的门撞开，映入眼帘的是母亲的尸体。母亲竟然赤身裸体死在床上，鲜血洒得到处都是。周嬷嬷立刻昏了过去。刘志东悲痛欲绝，刘志东去告了官，可官府左查右查，什么都查不出来。首先，王氏的门是从里面关好的，其次，刘家没有任何凶手的踪迹。把周嬷嬷抓去拷问，周嬷嬷说自己吃了晚饭后，就去了王氏的屋里，见王氏睡下了，她才回去。可不知为何，她睡得特别死，一觉到天亮，要不是刘志东来喊她，她还醒不过来。官差怀疑有人用了迷药，可到处查看，也没有发现用迷药的痕迹。官府没辙了，把周嬷嬷关着，说她有嫌疑，然后就不了了之了。母亲死得不明不白，刘志东悲愤欲绝，可又无可奈何。家里没有了母亲，周嬷嬷又被关了起来。刘志东不会做饭吃，也不想吃，短短2天人就瘦了1圈。邻居嫂嫂、婶婶心疼刘志东，做好了饭给刘志东送过来。刘志东吃了2餐，下次再有人送，刘志东就不吃了，说是有人在烧饭给他吃。大家一听有人在给刘志东烧饭，就不送了。可很快人们就发现了刘家的怪异之处，那个给刘志东烧饭的人总是夜深了才来。有人好奇，特意去刘家看了一眼，差点没吓死。只见厨房里不见烧饭人，只见锅碗瓢盆自己在动。大家都认为是刘志东的娘牵挂着刘志东，晚上来给刘志东烧饭吃。天一黑都不敢经过刘家，大家都以为是我娘在给我烧饭，其实不是的，是郑婆。刘志东擦擦眼泪，苦笑道：今天是我娘的头七，郑婆告诉我，我娘是凶死，头七很可能不会回家，要我来这儿给她招魂，然后问出凶手是谁。刘志东告诉曾四喜，要是你不肯替我娘招魂，我就自己招。
今天晚上我必须得把我娘的魂招上来。听了刘志东的话，曾四喜端起碗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边吃曾四喜边问刘志东，平时郑婆给你烧的饭菜应该不是这样的吧？当然不是，平时郑婆烧的饭菜可好吃了，我天天都在向郑婆学烧饭，等我学会了就烧给你们吃。刘志东许诺道。那可一言为定。曾四喜一边皱着眉头努力咽下饭菜，一边对刘志东道，一碗招魂饭下肚，曾四喜突然倒在了地上。一会儿，曾四喜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动作言语却变成了妇人。见了刘志东，曾四喜一把抱住了他，泪如雨下，直喊东儿。刘志东知道母亲的魂魄已经被招上来，附在了曾四喜身上，顾不得表达思念悲伤之情，连忙问母亲是谁杀害了他。曾四喜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告诉刘志东，凶手是周林。周林。刘志东一时半会还想不起周林是谁。周林不就是周赖子吗？李大宝惊讶道。李大宝一提醒，刘志东知道周林是谁了。周林，绰号赖子，是周嬷嬷的侄儿。周林小时候生过赖子，头上留下了疤痕，得了一个赖子的绰号。长大后，周林脾气很是暴躁，一言不合就要别人的命，因此一直没有女子肯嫁给他。有一天，周林来刘家找周嬷嬷，见到了王氏，不禁起了歪心思，如果娶了王氏，不但能得一个风韵犹存的美人，还能得到刘家的财产。有了这样的想法，周林便开始向王氏献殷勤，打着探望周嬷嬷的旗号，经常来刘家。王氏很是厌烦，甚至有了辞退周嬷嬷的念头。周林这才表面上收敛了一些，其实一直在打王氏的主意。这天天黑的时候，周林又偷偷摸摸地来到了刘家，熟门熟路地进了周嬷嬷的房间。等周嬷嬷回来的时候，周林扑通一声跪在了周嬷嬷面前，求周嬷嬷这个姑母成全他。周嬷嬷被周林纠缠不过，就答应了周林，让他和王氏生米煮成熟饭。周嬷嬷让周林穿上她的衣服进了王氏的房间。王氏没有防备，等发现的时候，为时已晚，已经被周林捂住了嘴巴。周林强暴了王氏，以为王氏会就范，答应嫁给他。没想到王氏是烈性女子，不但不肯点头，还挣扎着要和周林拼命。周林一时着急，拔出随身携带的尖刀杀了王氏，然后在周嬷嬷的掩护下逃走了。周嬷嬷利用钩子把门拴好，赶紧回到房里睡觉，直到住另一个院子的刘志东来喊门。真相大白，刘志东立即就要去县衙。这时王氏已经离开了曾四喜的身体，曾四喜和李大宝都打算陪着刘志东一起去县衙，做个见证。路上，曾四喜好奇地问刘志东郑婆的事。刘志东告诉曾四喜，郑婆其实是走阴人，她能在阴阳两界自由行走，但郑婆不能在阴界待久了，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阳界。几年前，郑婆为了帮人伸冤，在阴界待久了，结果魂魄回来了，躯体却不能用了。我们都以为郑婆死了，原来是这样。李大宝惊奇道，要不是郑婆还没找到合适的躯体，她完全可以直接到地府去把我娘带上来。提到王氏，刘志东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三人一路说着话，天亮时赶到了县衙，敲起了鸣冤鼓。县令把周嬷嬷从牢里提出来，还没动刑，周嬷嬷就全招了。县令得意道，本官就知道周氏不简单，定是罪犯之一。衙役把周林抓来，曾四喜一看，竟是追赶李大宝，为了10文钱要杀了李大宝的那个汉子。周林开始死鸭子嘴硬，怎么都不肯招认他奸杀了王氏。县令大人吩咐给他20大板，周林被打得鬼哭狼嚎，20大板还没打完，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周林被判斩立决。
周嬷嬷被判流放3000里，刘志东终于替母亲报了仇，苍白消瘦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，特地请曾四喜和李大宝吃饭。可曾四喜这时已经吃不下饭了，他的肚子翻江倒海的疼，找到茅厕不停地拉肚子，直到把肚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拉完，肚子才不疼了。说来也怪，曾四喜因为常年在外奔波，饥一餐饱一餐的，肠胃一直不太好，没想到这次肚子一拉，肠胃上的毛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。时光荏苒，转眼间几年就过去了。这天，曾四喜又来到了新安村，想起了刘志东和李大宝，便向人打听两人。村里的人告诉曾四喜，两个人都不在新安村，1年前搬到县城去了。曾四喜又到县城去找两人，在一家生意极好的饭馆，曾四喜找到了两人。刘志东一身厨师打扮，在热火朝天的烧菜，李大宝在热情地招呼客人。见了曾四喜，两人都很惊喜。刘志东告诉曾四喜，他学了郑婆不少烧菜的手艺，就开了这个饭馆。李大宝一直跟着他，如今也算苦尽甘来了。哎，郑婆真是一个大好人，可惜我无缘见到她。曾四喜感慨道，谁是曾叔叔无缘见郑婆？你看，那不就是郑婆吗？李大宝笑道。曾四喜一看，一个25、26岁的俏丽妇人款款走了过来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妇人来到3人跟前，笑道，如今可不能叫我郑婆了，还有关于我的事情，还请大家保守一下秘密。刘志东和李大宝立刻表示了歉意。曾四喜惊讶极了，也连连表示自己不会乱说的。又过了几年，曾四喜在见到刘志东和李大宝时，问起郑婆的事，两人都很惆怅的道，已经几年没有见到过她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